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李宁飓风。一上市就是300左右的价格，全掌泵，它发币的外底橡胶，单支42码，不到350克的重量，中底还给到了我们一块全掌的 PBX 弹射片。这样的价格加上这样的配置，你受得了吗？这样的配置啊，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值回票价了。只要实战没有特别严重的缺陷，它就值得购买。毕竟啊，将来降价搞活动，到个200也不是问题，对吧？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，现在200-300这一个价位段，其实竞争也非常激烈。想要在这个价位段站稳脚跟，光有配置肯定不够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啊，它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。飓风在前掌以及后跟位置处都用了这种有点类似于等高线的纹路，类似这样的大底纹路其实并不算少见，接触过类似纹路的兄弟们应该也都知道，它在抓地方面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，这一双鞋也并不例外。不管往哪个方向移动，都有对应的纹路进行应对，而且啊，纹路之间的空隙控制的也比较合理，吸灰表现也同样非常出色，并且因为使用了它发币，所以耐磨也完全不用担心。大底的纹路不管是粗度还是深度也都非常可观，而且啊，在硬度级的测试下，读数能够达到70以上，想要穿它去打外场也完全没有问题。而且300左右的价格，即使是穿它去打水泥地，也完全不会心疼，对吧？算是一个抓地和耐磨一手抓的鞋款。全掌的 PBX 版就是它中底抗扭的最好保证，想要用手将它扭动啊，几乎不太可能。中底刚性非常高，打球强度比较大的兄弟们也可以放心去进行选择。在球场上，不管做什么动作，脚底下的球鞋都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。而有着高强度中底的篮球鞋啊，它的自然弯折点是否合理就会变得非常重要。怎么样，够合理吗？球鞋的自然弯折点所在的位置啊，非常合理，就正好在我们脚趾的弯折位置处，在实战的过程中完全不会有拉扯足弓的感觉，并且啊，在足弓位置处的支撑片也做出了明显的上翻，支撑力度也特别合适，穿它打完球完全不会出现足弓的酸痛感或者是疲惫感，非常棒。而至于它的稳定性，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。中底的重心较低，还算比较贴地，而且啊，这双鞋所使用的这一个全掌泵密度还是比较高的，会更加偏向于韧弹。在前后掌也都分别做了控制材料形变的包围加固，形变的空间并不会特别大。虽然啊，它的大底造型依旧是这种比较流行的全弧形大底，但是穿在脚上并不会有不稳定的感觉，在做动作的时候，脚底下非常安心，完全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。而这种内侧全放空的中底啊，大家一定会比较担心它会不会存在内扣的问题，这一点大家也完全不用去担心，因为这一双鞋的中底外侧并没有给到我们过分的包围加固，所以内外两侧的强度还是比较平衡的，穿在脚上并不会有内扣的感觉，脚踝或者是膝盖有老伤的兄弟们也可以放心去进行选择，好吧？OK， 飓风的基础性能啊，基本上就是这样，抓地出色，抗扭也还不错，而且还有着优秀的抗扭以及稳定性，用来进行高强度的实战啊，绝对没有问题。那至于它是不是好穿，还是得看看这一双鞋在风格化的处理方面做得怎么样。在脚型适配方面，这一双飓风的鞋楦算是一个正常略微偏窄一点点的鞋楦，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偏窄的兄弟都可以适配。宽脚的兄弟啊，建议还是试穿一下再决定是不是要购买，好吧？只要脚型合适，它的包裹以及锁定都会非常棒。虽然没有使用动态鞋带孔啊，但是只要拉紧鞋带，鞋面就能很好的贴合住我们的双脚。再加上它厚实的后跟填充，在大幅度变向或者是侧向蹬地的时候，双脚在鞋内完全不会出现任何的位移。在急停急起的时候，也完全不会有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情况出现。静态包裹以及动态锁定都非常出色，鞋脚一体性非常棒。而且这一双鞋身上的鞋面编织方式啊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眼熟？没错，跟超轻2022 V2 身上所使用的那一款笨丝鞋面几乎没有区别。超轻2022 V2 啊，虽然在实战体验方面跟高帮相比确实要稍微差那么点意思，但是在鞋面强度方面的提升那是实打实的。这种鞋面啊，在强度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，再加上球鞋侧面做出的中底向上上翻，不管做什么动作
鞋面都能牢牢地兜住我们的双脚，非常棒。与此同时，它的透气性表现也同样优秀，较薄的鞋舌加上大面积的透气网眼，即使夏天穿也完全不会有闷脚的感觉。那至于它的中底表现，有一说一，我觉得在同价位段它几乎找不出对手。偏韧的中底调教让它拥有了出色的反应性，较低的中底重心还让它同时拥有了不错的场地感，场地感与反应性兼具。在我们发力蹬地的时候，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直接，完全不会有任何一丝泄力的感觉。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后跟缓震材料是具有一定厚度的，还做了限制形变的针对性加固，在保证了稳定的同时，还让它有了出色的缓震。我180斤的体重即使是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，震脚的感觉也并不明显，非常棒。而且大家不要忘了，这双鞋的中底有着一块几乎覆盖了整一个全掌的 Pebax 弹射片，不管是在我们正常跑动的时候，还是在我们发力蹬地的时候，都能明显感觉到中底所提供给我们的力反馈以及推进感。虽然确实比不上碳核心来的给力，但是我觉得会比我之前体验过的搭载聚合芯的 Buckets 要更加出色。而且这双鞋才300多，Bro，300多的一双篮球鞋能做到这样，真的已经算是燃尽了。甚至我觉得它的整体实战体验是可以越级去打一些500价位段的鞋款的，真的特别棒。而且这一块中底的 Pebax 弹射片在提供给了我们出色的力反馈和推进感的同时，还让它拥有了更为出色的中底过渡。不管是在我们正常跑动，还是在蓄力起跳的时候，它的中底过渡都非常丝滑，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断层感。跑跳型的球员这一双鞋你一定会喜欢。不过有一点大家必须要注意一下，就是因为这一双鞋的前掌还是比较贴地的，而后跟则更多的考虑到了缓震，所以它的龙骨落差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偏大，穿上脚之后会有一点点前低后高的感觉。如果你觉得这一点你不太能够接受的，那我建议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，好吧？李宁飓风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S 减，300多的价位能给到我们的实战体验，绝对能够达到600，甚至是更高价位段才能给到我们的性能表现。我觉得在相同价位段，只有李宁自家的利刃4能跟它掰掰手腕，而且打得有来有回。利刃4大家也都知道，在最近几年的大促期间，不管是双11还是618，只要价格合适，都可以无脑冲。300-400的价格能带给我们的是非常均衡的实战表现，每一个位置的球员都可以去选择它。而飓风则不太一样，它的风格化倾向会更加明显，会更加激进，它会更加适合跑跳型的球员去进行选择，它会更加适合脚底下比较有力的球员，会更加适合吃爆发的球员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比较依赖第一步爆发突破，追求出色的中底推进感以及力反馈，那在300左右这一个价位段，它就是你最好的选择，没有之一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，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，记得要点击关注哦，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